我已经都照 X 光都写正常，我应该不会有肺癌。No， 你一定要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结果就发现，才隔3个月的时间，竟然左边有一个2.7公分的肿瘤。还好那个时候肿瘤是初期，所以我赶快帮他做了手术。这个病人到现在都非常好，7年过了，一点事情都没有。低剂量断层不用打显影剂，它为什么要叫做低剂量？就是它的剂量只有一般电脑断层的差不多1/3到1/5的剂量，而且现在很多的医院都买了新的机器，这个低剂量如果是新机器，它可以把辐射的剂量再降到更低。甚至于低到10张 X 光、5张 X 光的剂量就可以看得清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医生医事》，我是台大牙医中心分院副院长陈进兴医师。那上周我们已经讲解了肺癌的一些临床的症状，还有它的危险的因子。早期的肺癌是不会有症状，那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筛检的办法，才有办法早期的侦测肺癌。你如果说已经服役，或者是已经开始工作，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不管是在男生当兵，现在甚至于大学入学，都要照胸部 X 光。那我们一般公司提供的健检，大概就是照 X 光、抽血、验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照 X 光目的到底是什么？照 X 光可以检查出肺癌，提高存活率吗？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我们台大医院的健检的忠诚粉丝，他每一年都在我们台大医院做健检。其实台大医院的健检不便宜，一般最少要差不多2万到2.5万块。但是我们在早期呢，都是做胸部的 X 光。在那个时候呢，他照 X 光的报告就写正常。那有一次他就来听我的演讲，我的演讲一定都是告诉大家说要做低剂量电脑断层的筛检，所以他就说：“教授啊，那我已经都照 X 光都写正常，我应该不会有肺癌了。”我说 ：“No， 你一定要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他听了我的话，又自费6000块去做了低剂量电脑断层，结果就发现才隔3个月的时间，竟然左边有一个2.7公分的肿瘤。还好那个时候肿瘤是初期，所以我赶快帮他做了手术。这个病人到现在都非常好，7年过了，一点事情都没有。2.7公分的肿瘤，竟然 X 光看不出来，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肿瘤刚好长在肩胛骨的前面，所以我们照 X 光的时候，你想想看，一张片子上面要包含了从皮肤、肌肉、骨骼里面的肺部血管，全部通通把它挤在一起，那当然就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做电脑断层的时候，尤其是这种低剂量的断层，它可以把一张 X 光片解析成差不多300张片子，每0.1公分就可以切一张，所以你只要差不多0.2、0.3公分的小的病变，通通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所以说，除了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检查可以做？很多的健检都有提供高阶健检、精英健检，里面有包含正子扫描、全身 MRI。那这个能不能早期侦测肺癌呢？答案是可以。不过要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正子扫描其实是全身的电脑断层，加上有辐射线的正子摄影。那这个当然，因为你已经都做全身的电脑断层了，当然都看得出来。但是它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辐射剂量非常的高，因为你看，你从头扫到脚，还要再加上同位素的正子扫描，那这个辐射剂量大概是低剂量电脑断层的10倍以上。另外一个就是它费用非常的昂贵，一般健检中心的收费大概要差不多3到4万块钱，所以也不是一般的民众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讲说，什么样的筛检工具是一个好的癌症的筛检？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安全。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检查基本上算是安全，可是正子扫描的辐射剂量事实上是比较大，所以你如果每年做一次，哇，你等于照了10次的电脑断层，
第二个价格要能够大家负担得起。那正子摄影就太贵了。X 光当然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问题是它的诊断率就不高。还有第三个就是说你的诊断率也不能太差。所以如果我们讲就是第一个要安全第二个又要够敏感第三个又要大家能够负担得起，那我们讲唯一的推荐大概就是电脑断层。那另外一个就是全身的 MRI 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最大的好处是它没有辐射线，所以照了以后蛮安全。所以我们很常看到那些运动选手、运动明星，只要稍微一受伤，马上就拖去照 MRI 核磁共振，看看有没有受伤，因为它没有辐射线，所以基本上算是蛮安全。全身的核磁共振的问题是在于，第一个费用也是非常的昂贵，一般要4到6万块，而且核磁共振照的时间很长一般如果你要扫一个全身的核磁共振，大概要2个小时的时间。那大家知道说我们要照肺部的肿瘤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肿瘤很小，所以说我们需要病人要能够闭住呼吸，影像才会清楚。可是照一个核磁共振要半小时到1小时的时间，那没有人能够半小时到1小时忍耐不呼吸，那所以说有时候它对于很小的肿瘤，尤其毛玻璃的病变，它的解像力就没有像低剂量断层那么好。那这2个抽血的指标也可以当作癌症筛检，不过它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它的敏感度太低。CEA 一般的标准值大概在5以下。那如果你的 CEA 的指数已经到了20、50甚至100，那真的得到严重癌症的比例就很高。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只能够筛出末期的癌症，那也不能当作筛检的工具。所以 CEA 虽然是一个那个准确度还不错的一个抽血的癌指数，可是并不能当作筛检，因为它的敏感度太低。另外一个是这个 SAFRA 21.1，那这个癌指数，很常病人拿着这个指数说：“医师啊，我的指数高了，会不会得癌症？”其实这个并不准确，所以它有时候高一点，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它也不是因为得癌症。如果是照 X 光跟抽血，虽然很便宜、很安全，可是它的敏感度太低，就没有办法当作筛检的工具。在2011年，在美国，他们就做了一个5万多人的临床试验，他把高危险群，那大家都知道欧美空气很好，所以他们高危险群大概都是抽烟的人，所以他们把老烟枪分成2组，一组每一年照低剂量电脑断层，另外一组每年照 X 光，这样经过5年之后，发现说照低剂量电脑断层的人平均存活比照 X 光的多了20%。另外呢，在欧洲，他在2018年做了一个10年的针对抽烟老烟枪的人做研究，做了1万多人的一个研究，结果也发现说，如果你有定期做低剂量电脑断层，比那个没有在做低剂量断层的人10年可以多存活了26%。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有定期做低剂量电脑断层，你的存活是会增加哦。要定期做低剂量断层，因为已经研究显示，在欧美高危险群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可以增加存活率20到26%。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发生在欧美的事，有时候我们不会非常的注意本来我都不是非常的在意这些，反正就是在别国嘛。那但是在台湾发生什么事？在台大发生什么事？2013年的时候。那一年的冬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突然之间，我们台大外科都是我的同事好朋友，两位心肌梗塞，有一位甚至要接受心脏移植。那个时候我们院长压力很大，因为大家都觉得一定是台大血汗医院，尤其是外科把人家操得太厉害了那这样子我们就要来做一下检查嘛那大家知道心脏的检查有一个方法，就是做那个电脑断层心脏的摄影，看看血管有没有阻塞。我们院长就让300位45岁以上的
主治医师跟1级主管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的检查。还有我们那时候影像医学部的主任，就建议说，既然心脏少了，那旁边肺部顺便扫一下。其实剂量并没有增加多少。结果呢，后来没有再找到心脏病，但是很意外的，300位里面竟然有12位主治医师得到了肺腺癌。那跟大家报告，还好在开完刀都证实是第1期，有的是1A 期，有的是1B 期。那从2013到现在2022，已经9年过去了。这12位主治医师没有一位复发，没有人需要做化学治疗，没有需要标靶治疗，没有需要免疫治疗。后来他们5年之后就根治，而且再来就过着他们正常的生活。最近国民健康署，他其实赞助了一个台湾肺癌筛检的计划，总共筛了12000人。这12000人大部分都是不抽烟的女生。那他们做完检查之后，总共筛出了2.6% 的人得到肺癌。但是还好，就是如果你是接受低剂量断层，第1期的比例95%。那如果你不是接受肺癌筛检，而是不舒服才到医院去，那第1期的比例只有剩下2%。大家看到 X 光就是一张片子，然后呢 X 光的解像力比较差，所以像这一个病人，他就有一颗2公分的肿瘤。X 光大概是要2公分的肿瘤以上才看得到，可是大家可能不了解，2公分的肿瘤就是肿瘤开始在转移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常常让病人说，他照了一张 X 光，有一个差不多2公分、3公分的肿瘤，结果全身检查一做，已经是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等到2公分才来处理，已经来不及了。那电脑断层呢？尤其是低剂量电脑断层，我们有提到，它可以把一张 X 光片解析成大概300张，因为它可以0.1公分切一张，所以我们上下如果切30公分就可以切300张。所以0.1公分就有一个切面的话，那你肿瘤只要0.3公分以上就可以侦测到。那从0.3长到2公分，至少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如果你能够5到10年之间做了1次低剂量断层，你就可以早期侦测，然后就可以把它处理好。刚刚提到说谁是肺癌的高危险族群，大家知道癌症其实是一个老年人的疾病，所以我们很少说30岁以下、40岁以下会得肺癌的，并不多。那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国家如果要建议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做这个低剂量断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筛选。那一般来讲是从50到55岁以上开始做，因为年龄越大，得到癌症的比例就越高。另外一个就是抽烟，我们刚刚讲过，那我们的国家大概会针对譬如说是30包年以上的这一类的病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家族病史的，譬如说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小孩，那这一些有家族病史的，你可能也要来做。那这个是因为国家它经费有限，但是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你都没有去做检查，那等到不舒服去，大概60-70%都是末期。个人而言，我会认为45岁以上，只要你还有在呼吸的人，你没听错，有在呼吸的就要做。换句话说，如果你决定要做先的不呼吸的，那你就不需要做。为什么呢？因为空气中就有危险因子，所以不妨花个4到6千块，赶快去做。那要去哪里做呢？其实我们国家卫福部对于这个电脑断层的设备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的，因为它毕竟会产生辐射，不是所有的健检中心都可以做。它规定要在20床以上的医院才能够做。譬如说，你就可以到某些私人的医院啊，或是说，你在台大医院排健康检查。我们现在台大医院的健检已经常规的把低剂量断层当做一个必要的一个项目。很多人说来台大医院排一次健检，哇，竟然要花1年的时间呢！1年前就要预定，那我等到1年后，说不定我第1期就变第4期了，就来不及。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要去挂号。以台大医院为例，我们不管你是挂胸腔内科、胸腔外科，还有家庭医学科，
我们都可以，这些医师都可以帮你安排这个检查。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不是只有检查，检查出来有没有问题哈？因为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你之后的检查健保就可以负担。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还是要追踪。一般如果你不是高危险群，你是低危险群的话，差不多2-3年做一次，那这样辐射剂量也不会太高。可是如果是高危险群呢？那好，我们现在讲谁是高危险群。第一个就是有抽烟的再来就是有家族病史的。那这些人你可能至少2年就要做一次。大家听到说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听起来很复杂。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的电脑断层没有错要打显影剂，为了要看得很清楚。那打显影剂身体会不舒服，甚至有一些人还会过敏。可是低剂量断层不用打显影剂，它为什么要叫做低剂量？就是它的剂量只有一般电脑断层的差不多1/3到1/5的剂量。一般来讲，我们的低剂量的意思就是跟照胸部 X 光做比较。如果说低于30张 X 光的暴露剂量，才叫做低剂量。那一般我们做的电脑断层大概是100张到200张的电脑断层。那大家会想说，这个30张也是辐射剂量很高啊。这个请大家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就有辐射了。所以说做一次低剂量断层，大概它的辐射剂量等于我们差不多半年到1年的日常生活都不做任何事就会有辐射的剂量。而且现在很多的医院都买了新的机器，这个低剂量如果是新机器，它可以把辐射的剂量再降到更低，甚至于低到10张 X 光、5张 X 光的剂量就可以看得清楚了。所以剂量其实会越来越低，那也越来越安全，而且检查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刚刚提到这些，大家就会认为说，既然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又安全又好，那我们全家老小通通都来做，那个念国中国小的也来做，这样好不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最主要是要筛检肺癌。那肺癌一般来讲高危险群就是40-50岁以上。那我妈妈40岁的时候就得肺癌了，而且是第4期，所以我如果等到40岁来做，会不会太晚？那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状况。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或是兄弟姐妹有人40岁，甚至于更年轻就得肺癌的话，那你可以提早5到10年做。不过原则上我有提到因为毕竟它还是有辐射，辐射最麻烦的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殖系统。那尤其是如果你太年轻就做辐射的话，那未来可能生的小朋友，我们担心会有健康上的问题。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说，小朋友在那边玩，或是跌到床下撞到头，家长就把他抱到急诊处，说我要来做个电脑断层，才知道里面有没有出血。我们都会跟他拒绝，因为太小的小朋友开始做电脑断层，以后得脑癌的几率会增加，这个已经有报告。所以小朋友其实是不应该随便就去做电脑断层。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说，什么人不太适合做低剂量电脑断层？原则上，如果还在生育年龄的，我们一般讲生育年龄大概是40岁以下，大概就不建议要做了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40岁左右就得了肺癌，那你可以提早5年左右，譬如说35岁可以做。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不鼓励太年轻，没有什么原因就去做低剂量断层，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点点辐射那辐射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其实是一辈子的累积，所以一般如果你40-50岁、50-60岁以上开始做，1年大概做个1-2次的电脑断层，基本上低剂量断层的还算安全。但太年轻就开始做，并不建议。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身体有任何的不适，要尽早就医但是你觉得说现在身体也不错
好，那在40-50岁以上，还是要推荐大家要赶快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的筛检。那接下来下一集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做了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有出现结节，难道就已经是肺癌了吗？这么可怕吗？我们下个礼拜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坤医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的按钮哦，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谢谢大家。